长时间久坐办公桌用电脑的你，是不是常常到了晚上就会觉得下背不舒服、下背僵硬呢？那今天提供3个动作，你在晚上睡觉前可以做，可以帮助你放松下背的肌肉以及解除紧绷的腰椎哦。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。今天的练习就是都躺着，所以你就是睡前可以做。那尽量还在垫子上啊，因为床毕竟比较软嘛，即便你睡的是偏硬的床，但是它还是不足以支撑，就是支撑你的身体，然后得到那个体式最大的转幅这样。那第一个练习我们要做的是骨盆时钟，其实其他的影片里面我们都会很常做到哦。那今天特别为大家画了一个时钟，你大家就想着有一个时钟，然后放在你的肚子上，其实它也可以顺便练你的腹肌哦。等一下再详细的跟大家说。好，我们先躺到垫子上，然后双脚屈膝，然后双脚踩在垫子上，脚掌踩在垫子上，然后你的2个膝盖大概跟你的髋关节同宽就好。要记得膝盖不要打开，就是膝盖打开是另外一个体式，是可以放松另外一个面向的髋关节的。想象你把这个时钟放来到肚子上头，好，所以以你的肚脐好像是这个时钟的中心然后想着这个肚脐的右侧是9，然后我是不是讲反了？肚脐右侧是9，然后肚脐的左侧是3，肚脐下方是6，肚脐上方是12，所以轮流的让你的3、12、9、6、3、12、9、6轮流压地。那记得要保持你的膝盖不要移动太多，就膝盖基本上是保持在一定的位置。所以你的骨盆，你可以先4个点轮流贴地，然后再让它们画圆连起来，让这个圆可以更加的圆滑。好，然后下一个吸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换方向，就会变成3、12、9、6。我刚刚就说3、12、9、6，对不对？好 ，sorry， 它现在是9、12、3、6，9、12、3、6。然后你有的时候可以比较一下左右髋关节，就是两边那个压地的幅度跟，譬如说右边、左边髋关节可以贴地的幅度可能不太一样。9、12、3、6，9、12、3、6，一样，你可以先4个端点压地，然后再把它们连接起来，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玩那个连看，把4个点连起来。那刚刚说，其实这个练习也可以稍微拿来练你的腹肌，你只要让这4个数字稍微靠近肚脐，就是离肚脐越近，你会练习到的这个肌肉收缩肌肉的幅度会越大哦。所以你的数字不要放那么外面的话，往肚脐的中心稍微放一点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用到比较多腹肌的力气哦，所以它也可以拿来稍微帮你训练一下腹部的肌肉，让你可以去支持你的腰椎。好，所以你在睡觉前就可以先做这个第一个动作，就是骨盆时钟的活动。那你就会觉得说，我的骨盆的活动度会越来越大。然后当然是最好是可以每天晚上做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下背比较不会那么紧绷，然后骨盆腔的血液循环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哦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练习，让你的膝盖来到骨盆的正上方，脚踝并，膝盖并，大腿根部好像夹着一张纸，把它夹紧，不可以飞掉。好，那如果腿太瘦的话就没有办法，就是中间会有缝缝。好，夹紧，然后会有一个面向哦，膝盖在骨盆正上方，所以小腿大概是90度。好，现在让你的2个小腿一起往左边转，但你看我的膝盖的位置是不动的。好，回来中间，然后往右边转，回来中间。
稍微左右转转。有可能如果你的腰椎比较紧绷的朋友啊，他那个转幅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小，没关系，你就是顺着呼吸，然后每一次就让你的小腿可以走到最远再回中间，然后走到最远再回中间，然后稍微轮流一下，你应该会发现，有的时候左边右边的幅度不太一样，就代表有一边的腰是比较紧的哦。你可以感觉一下，在你小腿转动的时候，你的腰椎这边的状况，它是不是也会旋转起来了呢？然后或者你会觉得，下背热热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放松腰椎的运动。然后会有一些朋友说，坐久一点，这个肚子有点酸，所以它其实也可以稍微帮你训练腹肌的哦，让你的肚脐稍微往地板的方向贴，去保护到你的腰椎。又可以多转几下，放松你的腰椎。好，我们先来到中间，然后我们换最后一个动作。做完你的下背就会得到延展，然后你会蛮好入眠的。下一个动作可以有2个版本，一个就是沿着刚刚的屈膝就大小腿90度，然后你就2个膝盖往左边倒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版本。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灵活度更好呢，你就是可以让我们现在往左边倒嘛，所以是右脚跨过左脚缠住，就是瑜伽里头有一个鹰式，就是鹰式的脚，然后缠住往左边倒。你会发现大腿内侧会收缩，然后因为大腿内侧会跟我们的腰大肌有连结，它会透过骨盆底，然后连接到这个腰大肌。所以如果你收缩大腿内侧的话，其实会对腰的舒展非常有帮助哦，就对腰大肌的延展。所以，但是有些同学扣不到，你就是做到这个平行脚就好了。如果你有扣脚的话呢，好，我现在就做扣脚的版本。然后右手往右侧边打开，左手可以来帮忙一下，就轻握拳，推一下你的左边肋骨，往右边顶过去，然后脸再看向右方，然后我们停留3个呼吸哦。你会发现用拳头帮忙你的肋骨顶过去，你的右边的肩膀，即便本来不能贴地，它就会变得更容易贴地哦。3、2、1，好，肚子一收，就肚脐朝向地板的方向，我们就换脚。一样就是你可以维持刚刚的平行脚，然后倒过来另外一侧。所以你刚刚在这边转完小腿，就可以接续这个动作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然后现在呢，就是一样2个版本，可以选择扣脚或者不扣脚的版本，然后倒过来另外一边。然后现在倒向右边，一样右手借我轻握拳，顶一下你的右边肋骨。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胸腔可以转更多，脸就看向左手延伸的方向，一样在这边停留3呼吸。3、2、1，好，肚子一收，再把脚收回来。好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简短的3个你在睡前可以放松你的下背腰椎的小练习。鼓励大家每天做，然后你就会发现骨盆的灵活度变高了，然后下背腰椎比较不那么容易紧哦。那另外我们上个礼拜也有直播，你站着就可以放松你的骨盆，放松你的腰的练习。所以即便你在办公室上面，就是办公桌前，然后工作到觉得已经要酸了，你就可以马上起来，马上做，然后减轻你的酸痛，不要累积一整天，你再来好好收拾它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一起练习了，拜拜。